原文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白话：时空之法，如点成线，如线成面，如面成体，中成万物，万物作用，正对为阳，背对为阴，交互而成。时空的运行有其法则，如一个点延展而成线，线又铺展为面，面再积聚为体，于是万物由此而生。万物之间彼此作用，正面朝向者为阳，背面隐藏者为阴，阴阳互为一体，循环交融，世界便在这无尽的对应与互动之中生生不息。点成线，线成面，面成体，这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。在最初尚未有时空，只有意识的存在，因此也还没有所谓的宇宙。太一便是那最初的意识，它可以想象成点或经。太一具备最基本的时空概念，时间概念像是一种存续，空间概念像是一种存在。众多的太一交织在一起，形成太初。太初的形成源于太一之间的交互作用，而产生间距与力量等特性，可以想象为线或气。此时最原始的互动合作规律才形成。再由众多的太初凝聚，构成太始。太始是形貌的意识概念，可以想象为面或神，并且开始萌生出自我认知的概念。这正是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的原始规律。我们也可以将太一、太初、太始之名用于时空尺度的不同分级。举例来说，电子是第5层宇宙中的太一级，原子属于太初级，细胞则是太始级，而细胞又构成万物众生。这便是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的规律。无论在微观的粒子世界，或在浩瀚的星系宇宙中，皆循此而成。人体其实就是一个小宇宙，体内有电子、原子、细胞3个层级，而我们的宇宙也是另一个天然之体。地球、太阳系、银河系就像是那体内的3个等级，彼此之间相差约8的8次方倍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，可想象为地球绕行太阳的运动，那是意识之间最初的交互作用，源自2个太一互相作用，形成太初的开端。而广义的对立与互补，如动与静、虚与实，则是万物衍生后的特性，却并非宇宙原初之道。再思考一层，为何太阳能约束10万倍之境内的星球？为何原子核能约束10万倍之境内的电子？的确，表面上是交互作用的结果，但更深层的本质，并非重力，也非磁力，而是宇宙之道所展现出的意识规律。在更宏大的视野中，整个宇宙可分为7个层级。第0层称为太素，它并非具体的世界，而是由意识所虚拟出的最根本物质。太素是一切存在的起点，
是宇宙最究极、最纯粹的物质基础。构成太素的，同样有3个层次：太一、太初、太始，它们共同构成了时空的原型，而道则是贯穿其中，使万物得以生成的意识规律。以太素为基础，宇宙展开了7层的世界。第1层宇宙以太素为基本粒子，这一层的世界，佛家称之为地狱道。第2层宇宙以第1层的世界作为粒子基础，其对应的世界，佛家称为恶鬼道。第3层宇宙以第2层世界为基础粒子，佛家称之为畜生道。第4层宇宙以第3层为基础，这一层的世界，佛家称为修罗道。第5层宇宙以第4层的世界载体，也就是电子、光子、各类基本粒子为基础，其世界，佛家称之为人间道。第6层宇宙则以第5层的世界载体，如地球、星体为基础，其世界，佛家称为天人道。在这7层结构之中，时空的意识由模糊而渐趋清晰，再由清晰而回归模糊。当超越天人道的边界，一切又回到纯粹的异世界。有一部科幻电影名为《蚁人》，故事中主角被缩小到量子等级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那里充满了高科技与战争，一个文明高度发达却杀伐不止的空间，就像佛家所说的阿修罗世界。现代科学发现的最小粒子是夸克，若将它放大到我们熟悉的尺度，或许就像一颗小行星，甚至是一颗流动于宇宙中的大陨石。人类的科技若想更进一步，势必要突破微观世界的瓶颈。那些微小如病毒般的噬菌体，应该是宏观智慧生命的人造产物，而真正的病毒则很可能是微观智慧生命的创造物，就如同宏观世界中星团的存在一般。我们所观察到的单细胞生物，像是具有高智慧行为的黏菌，或许也是这些微观智慧生命的创造。在我们眼中渺小的微观世界，其实可能拥有远超人类想象的科技，他们的文明甚至可能超过所有外星科技的想象，因为他们生存在意识复杂度最高的宇宙层级之中。只是他们太过微小，就算能操控星团，足够星系，在我们眼里也不过是微小的病毒，或一团看似平凡的黏菌。因此，当人类试图突破科技的边界，更该明白我们究竟在与谁打交道。若不是逾越界限，也许我们不会成为创造者，反而会被牵引、被利用，甚至成为丧尸。宏观世界的意念对微观众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。人心的念头能够塑造微观世界的生态，甚至改变它们的演化方向。正如佛陀所说，无住相布施与不执着的清净心，能令无数微观世界得到净化。换言之，若想避免微观世界的危害，不如先让宏观世界，也就是人世间，长治久安、清净太平。试着想想，
为何世界大战期间流感会突然爆发，而当战火停歇，瘟疫又随之消散？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应验与时空共振的自然回应。道法自然，当宏观世界太平，微观世界也随之安宁。世界的治理之道，可依循黄老之学，而世界的进化之道，则可见佛老智慧，相互齐心。当今世道的通病在于道法制度，人类过度依赖制度与法律，而往往忘记了法律只是最低的道德底线，一旦越过这条线，人便不容于社会。理想的法律应该是备而不用的，就像学校的考试，若全班都能及格，就无需藤条。而道法人心的仁义之治，才是真正符合人心的及格标准，也是至高水准的真正及格。而更高的境界，则是道法自然的道德之治，这也正是夏朝黄老之学的核心所在。